我们都知道，其实砧板才是真正接触食材最久的东西，对吧？对于食材来说，到底什么样是好的砧板？所有的砧板都是一样，你要把它刷洗干净。你拿这种东西去把它刨了一层之后呢，上油，就像新的一样，超棒。用热水去敷它、去泡它都没有问题，因为它里面是木芯材质。你刀子很好，然后里面有一块好的砧板去配合它，你切出来的食材不一定会好，真的不一定会好。好，那再来讲到保养部分，所有的砧板都是一样。你要把它刷洗干净，然后久了，最后还是用漂白水去消毒，或是可以用热水消毒。木头砧板它们非常的怕热、怕湿，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帮它上砧板油。这种砧板油你就去找没有味道的油啊，千万不要用橄榄油，橄榄油有绿色，然后又有风味，千万不要用。那如果你常切很油的东西，它会吃进去，这样也可以啊。对，如果你切猪肉什么的，可是我建议还是要用比较安全的、不会坏掉的油，像这种矿物油。它基本上不太会氧化，这种 IKEA 买一罐很便宜啊，可以用很久。它需要这样子保养，它才不会弯曲，然后也才不会裂掉。对，所以你最好还是要去买一块矿物油去保养你的木头砧板，不管是软的木头、硬的木头、竹子，通都一样，上油，好不好？久了一阵子就是要上一次油，不用天天上啊。可以一阵子要上一次，对，尤其是你打磨过木头砧板的好处是它可以打磨，你有刻痕啊什么的，你拿砂纸拿那种机具去把它刨掉一层都可以，它就像新的一样，或者是买这种长谷川自己出的这种砧板刷，有粗的跟细的这一面的，拿来刨木头的很好用，超好用，我觉得超好用。你拿这种东西去把它刨了一层之后呢，上油上砧板油，就像新的一样，超棒。朝日砧板作为我最喜欢用的一个砧板，而是我个人的习惯啊，我自己喜欢它的特性。这样，我觉得很多人喜欢长谷川的，那我自己喜欢这个。它多少还是会有点刻痕，对你切久还是会有一些刮痕在上面。那一样，我就是拿这个长谷川的，我拿砂纸来，因为它本来就是木粉加上橡胶的一个材质去做的，所以它只需要用这种东西就可以很快的刨掉薄薄一层，你就刨掉薄薄一层，就跟完全新的一样。这种怕热。它是说可以用开水，就是去烫表面，然后也可以用漂白水去处理它，可是它不能放到洗碗机里面去洗。对，长时间的加热它是不 OK， 因为它是一块橡胶。长谷川砧板它是最好保养，就是把它刷干净，然后你就是泡漂白水也可以，它也可以进洗碗机，用热水去敷它、去泡它都没有问题，因为它里面是木芯材质，它不会变形，它很不会变形。用久了上面一定会有刀痕啊，这个还是会有，多多少少都会有。像这块白色就跟大多数的砧板一样，它就是会有颜色上去。切胡萝卜这种有脂溶性色素的东西，它就是会卡进去，那没办法，这是它的特性。所以呢，大家才会喜欢买黑色跟这种颜色的。对，这个是比较家用型的款式。长谷川比较受欢迎是这种黑色的跟这种颜色的。胡萝卜染上去，说实在就是看不出来而已啦。你说有没有在上面？一定有啊，这边就有啊。然后你把外面刨掉一层，它这边也会比较容易染色，那就没办法。那这是长谷川的砧板刷，它拿来刷这个也是可以的，它可以消掉你的刀痕。对你有那个切痕的话，它是可以用这个东西去除掉一些的。不过除掉之后，你在使用的时候它就会变颜色，刀痕切下去它就没有办法这样恢复。然后我觉得它打磨恢复的能力，我觉得也没有朝日的砧板这么好。对，可是好处就是它可以拿去直接丢洗碗机。你今天是业务用的话，你就是丢洗碗机这件事情对很多厨师来说很重要。他希望用洗碗机的洗剂跟它的温度去把这个砧板整个消毒。那朝日的就不行，长谷川的可以，他就直接丢洗碗机去把它大清洁、彻底的清洁、杀菌都没有问题。因为进洗碗机进去，基本上东西要从里面活着出来有点困难啊。那我觉得见仁见智啊，你喜欢哪一种的使用条件都不太一样。为什么我没有在介绍那个 PE 跟 PVC 的砧板？我之前用了很多啦，其实有开餐厅一定会用很多的那种砧板。那种砧板就是你要买的够厚，然后它厚就很重，非常的重，也不像这种你还拿得动。对，像我那天去台南拍牛肉，我去搬那个砧板去洗，我觉得真的超级重，砸到脚绝对是爆了，那个砸到脚绝对是爆掉，那个超级重。那像这种就不会。就没有那么重，这一块搞不好跟这块差不多吧？对啊，这两块没有，这块轻一点。这两块差那么多，这块比较重，这块比较轻。
那这就是他们保养方式的差距。那种 PE 砧板的确是比较便宜啊，PE 砧板会比这种长谷川或者这种朝日的都还要便宜很多。可是你有说它有没有比竹子的便宜？也没有便宜到哪里，只是它那个比较好杀菌而已。它出比较多颜色，你就可以依照颜色去分食材的用途。对，你切割不同食材的话，用不同颜色砧板，这样是比较好的事情啊。像这种你就可能要做记号，是你对，可能要做记号之类的吧，或者要写在旁边。那这种白色的地方可以写，这样子。长谷川它有一个很酷炫的黑色，朝日也有出一个很酷炫的黑色，不过很贵。对，我觉得相对的贵一点。我1分钱1分货啊，就这样子。你觉得它值得花那个钱，它就是值得啊。你觉得贵就是贵。像这种3000多块的砧板，很多人都觉得划不如来啊。像这个长谷川这样子也是要1、2千块嘛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不去买这个？对，这个也才这么大块，才几百块、1000块。那种 PE 砧板如果不是很厚的话，也很便宜。只是 PE 砧板就是你不厚的话，就越容易变形，就这样。你越薄它越容易变形。然后它明明就是不能进洗碗机，还是有人把它丢进去，然后就会看到很多跷板、砧板，或者中间已经整个凹掉了，也没有去打磨它。因为问我说朝日的这么贵这么重，那其实市面上还有很多其他橡胶材质的，为什么不要？朝日它这个是有掺木粉的。对，所以它手感的确是比整个橡胶材质的砧板切感还要好很多，这个毋庸置疑。它的止滑性跟打磨性，然后也不太会吸味道，因为很多橡胶会有臭味。这也是一块 rubber， 臭，对，这个就很臭。这个拿来食材放上去绝对不能吃的啦，便宜的就是会有点臭味啊，不像这个就是没什么味道。然后有些做到没有味道，可是它容易变形。朝日这个你可以用热水去冲，摆在平面上用热水去浇它去消毒是可以的。可很多橡胶砧板你可能淋个2、3次热水之后它就挂了，它就会开始扭曲变形，然后整个弹性也会不一样。那朝日的没这个问题，对，所以理论上啊，1分钱1分货啦。对，大家喜欢的话就是就可以去比较啦。对，我就没有去买那种太多那种来比较，因为我用过，我知道我很穷。没办法一次买那么多砧板，很多餐厅可能都没有那么多块砧板，对不对？我必须要有这么多砧板，我才办法去跟你们同事解释这些东西。看在我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你帮我订阅、分享、按个赞，然后有空的话抖内一下，好吗？可以吧？可以吧？这块是我就是比较贵的一点砧板，它是木头砧板，然后它材质也很漂亮。可是为什么会买它呢？对，既然我那么嫌木头砧板，为什么要买它呢？这块是木头砧板里面算是材质很好的，我很喜欢它这样子的拼接方式。它垂着这个木纹，也让它对于刀子是比较亲切的。然后再就是它很美，它真心很美，它不会变形，它就真心很美。它很硬，对，它这个回馈感。可是其他的回馈感，我觉得不会比这个还要惨。对，它回馈感我觉得还好，不会说很不舒服。可是它就是硬，对，这就是你必须要很会掌控你的力道去使用的，对，或者你就是要用德国的那种刀子。如果你要日系的刀子啊，就是 VG10啊，或者是那种粉末钢那种薄刃的粉末钢的话，你在使用上面就要很小心。可是它就是很漂亮，我就是拍片我需要它，就这样子。我拍片我需要它，而且它香香。它会有一点点味道啦。好，我们讲了很多对于刀子啊、刀锋的保护性啊，这种比较软的，它保护性一定比较好。对，那比较硬的或是材质会比较容易损坏你的刀锋的这种，对刀子的锋利度的确是会有差。那我们讲的这些，我们都没有讲对食材的问题。对于食材来说，到底什么样是好的砧板？我们都知道，其实砧板才是真正接触食材最久的东西。对吧？你个胡萝卜摆在这，一直切，一直切，一切，它接触你刀面的时间才多少，对不对？我切完这根胡萝卜，它每一块胡萝卜接触到我刀面的时间才多少？可是它必须要一直接触这块砧板，它这样切的时候，它必须要一直接触它的砧板，所以其实砧板的好坏对食材来说是很重要的。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大家有没有想过，砧板的好坏对食材来说很重要？如果说你的砧板不够好，你这样子切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我们常常都会吃到一些食物，尤其是生菜、沙拉、水果。我最讨厌吃到夏天的时候吃西瓜，那西瓜有砧板味。有些人就是习惯很差，他就是不愿意把他的砧板洗干净，然后就拿来切水果，拿来切生鱼片，拿来切任何东西，都会沾到那个砧板味。那个我们说的砧板味，其实它就是细菌腐臭的味道。细菌在上面滋生，然后再
把你的食材的残渣在上面腐烂的味道，那个味道非常不 OK。那木头砧板因为它会吸各种东西，它细菌的菌丝很容易深入到里面去，所以的确它比较容易会有味道。所以不同的砧板它会有不同好处啊。对，像这种比较硬的砧板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。然后如果你打磨够干净，其实它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毛细的话呢，因为你常把那一面就削掉，一直换新的，它也比较不容易会滋生细菌。所以我觉得保养砧板这种其实很重要，大家都常去忽略。常常一天到晚大家都在讨论刀子要多好，刀子要多好。你刀子很好，然后你没有一块好的砧板去配合它，你切出来的食材不一定会好，真的不一定会好。就像我们说，朝日拿来切生鱼片。它的防滑性很好，生鱼片都不会一直在跟着滑动，一直被拉动，所以它非常的棒。然后这种可能就适合切生肉，你的修肉啊什么的，切菜这些就很适合，就对手的回馈也都很好。那像这个，我觉得其实它切肉也非常的舒服。对这一块，它其实切肉也非常的舒服，但是它很贵啊。那竹子的话呢，就是它便宜好用，不爽就换一块。对它不 OK 了，你打磨了，磨到不爽了就换一块嘛。那再来就是味道部分，木头它本身都会有一些味道，像我说我觉得它有点香，虽然这个香味不太会残留在食物上面，可是它多少还是有点味道。然后再来就是竹子的啊，这种杉木的啊，杉木的其实味道比较重，杉木的味道比较重，所以在日料的时候选择的杉木可能都要处理过啊，扁柏啊、红桧这些的，它都会有一些味道，虽然它是天然的味道。可是当这些味道沾染在你食材上面，可能就不是你想要呈现的方式。的确，你可以用这些木头啊去复味，给这些食材一些特别的味道。那复味的话，不一定每个人都要，不一定每个人都希望它的生鱼片上面会有木头的香味。木头香味很香，可是不一定大家都想要那个丛林香味，它可能会需要增加其他的味道，譬如说海味啊什么之类的味道。它不想要被这些木头的天然的味道干扰的话呢，你可以去选择这一些。像小野二郎它就是用这块，它就是用这个。朝日的这种业务用的砧板，那其他这些也都可以啊，这些都不会有什么味道带在食材上面，只要你有洗干净，不要让它食材上面臭的话，其实这个都不会有什么味道。那木头的话就要考量这一点点。其实我觉得每一种砧板都有它自己的特性，就看你自己怎么样去习惯怎么去使用它。我不会说哪一块砧板是绝对就是好的，买下去就没有错。对，我会说看你需要怎么样的东西，像这块长谷川的 SF 啊，它的手感我觉得是目前最舒服的，而且它可以告诉你说，你切下去的时候，你的手已经到砧板了，已经完全接触到砧板了，就吃进去了，你就不要再用力。这对于你训练你的刀工什么的，其实都很有用。像这种很滑的，你就是可以快速工作啊。厨房动作要很快的时候呢，这块就很适合啊。所以用途都会不太一样，每个人的需求也都会不太一样。对，没有什么一定100%就是好的。我只能跟你说，我现在把这些的特色都拿出来跟你讲，这些砧板的所有的特性都拿出来跟你讲，跟你讨论。那你自己去选择。木头砧板我也没有觉得它不好。像这种软的木头，觉得它也非常保护刀子，而且它很便宜呀。对，它很便宜，然后又有木头的香味，然后又有天然感。像我拍影片。这块它的确不错啊，可是它拿来拍影片就不好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会选择这一块来拍影片啊，这一块拍影片出来呈现的就很好看。或是这种黑色的食材，你今天如果是开放性厨房，你必须要呈现给客人看说你在切什么东西的时候，黑色的它切很油的、切很黑的东西，会很容易染色的东西，它都很 OK。你今天如果拿这块白色的去切烟熏牛胸肉，你只会觉得很恶心，对，又黑又灰又红都在上面。又油，对，这块马上就毁了。对，可是你用黑色的去切，它虽然多少会染色，可是你洗干净、有消毒什么的，就是 OK 的啊，就是一块很 OK 的砧板。对，不会有味道，也不会残留细菌，我觉得是很 OK 的。然后这个食材摆在上面，你看，就是很漂亮，对不对？木头砧板食材摆上去，因为你近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这些木纹的状态，就很漂亮啊。如果你今天像我一样需要一块这么大块的来杀鱼的话，我穷啊。对，我买一块竹子的。这一块那么大块又很便宜，我可以架在我的水槽上面直接使用，对我是不是很爽？对，没有什么绝对一定要怎么样，只有你的选择。当然小孩子才做选择啊，你们一定是全都要，对不对？今天这4块砧板的购买链接我会放在资讯栏里面。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资讯栏里面找一找。那如果你对于砧板还有什么想法或问题呢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。然后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请帮忙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才收到最新的讯息。任何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赖社群去讨论。对，欢迎加入我们的赖社群，跟我们一起讲一些废话，讨论一些没意义的事情，或是有意义的事情都可以。制作影片不容易啊，如果你愿意抖内我的话，非常的感谢你，会非常非常感谢。好。
好吧？那这么多的砧板，一起之间花钱。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了，天都黑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。